大家好，我是乡村美食节。接上期的视频，我们把面合成块以后，接下来就是醒发。今天和了1公斤面粉，分成了2份，一份用来做1次发酵，一份用来做2次发酵。什么是1次发酵？什么是2次发酵？1次发酵就是面合成块以后，直接揉面做成馒头胚，再进行发酵，然后上锅蒸。2次发酵就是面合成块以后，先进行第1次发酵，当面团醒发2倍大之后，再揉面排气做成馒头胚，再进行1次发酵，然后上锅蒸。我们先来说一下一次性发酵是怎么做的。一次性发酵就是面合成团以后，过10分钟拿出来揉。这个好处它就是不用压面机，也用手也可以把馒头或者包子做得很光滑，并且它比2次发酵更省时省力。它的缺点是蒸出的馒头没有2次发酵的松软细腻，这个我们可以通过揉面醒发来改善。视频的结尾也会有一个比较。它另外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当我们冬天用一次性发酵法来做馒头的时候，馒头通过揉面做成胚以后，馒头生胚也已经凉透了，也就是说跟我们当时的气温是一个温度。像我这边冬天只有10度，那用这个方法做好的馒头也是10度。那这个时候如果说通过加热来醒发的话，外部的温度上去了，内部的温度一直上不去，也就是说馒头外部已经醒发好了，但是内部它还没有醒发好，这样蒸出的馒头外部松软，内部是硬的。所以说这个方法只适合夏天用，不适合冬天用。可能你们会问，那2次发酵做出的馒头生胚不也是凉的吗？没错，它是凉的，但是2次发酵的面团在通过高温2次醒发的时候，因为它面团内部的酵母菌更多，醒发的时候它也会更快更均匀，所以一次性发酵法不建议冬天使用。如何通过揉面来解决一次性发酵蒸出的馒头内部组织不够细腻？这个前提是你要使用中高筋面粉。无论你是1次性发酵法还是2次发酵法，只要把面揉光滑，你做出的包子馒头皮也会非常的光滑，内部组织也会更加的均匀细腻。北方人喜欢吃劲道持实口感的馒头，除了减少水的用量，揉面这一步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你只有把面揉上劲、揉光滑了，你做出的馒头才会更加的劲道。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我揉面的时候，面团它并没有很强的伸缩性，它就像小孩子玩的橡皮泥一样，可塑性和延展性非常好，这样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把它揉光滑。很多人说，为什么我蒸的包子皮不够光滑，不够细腻？那你看一下你揉的面有没有揉成像我这样？如果说你的面揉成像我这么光滑细腻，那你蒸出的包子馒头它的皮也会非常的光滑细腻。面揉光滑以后，我们开始搓条，然后切成大小相等的剂子。搓馒头也是一个技术活，这个需要多加练习。我也无法用语言来教你们怎么做，我会用2个镜头的角度来给你们展示，你们看一下我是怎么做的。在我们馒头成型以后，搓的时候尽量搓细一点，搓高一点，因为在它醒发的时候还会继续往下塌。如果一开始你搓得很矮，那馒头蒸出来会很不好看。现在大家也可以看出来，搓好的馒头胚是非常的光滑的。馒头胚搓好以后，直接放到蒸笼里边，锅里边添水，烧到40度左右。刚刚做好的馒头胚放上去进行发酵，水温不能超过40度，否则酵母菌就会死亡。至于发酵多长时间，这个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它是根据你当时的温度湿度来决定的。当馒头胚明显变大，并且用手摸着软绵绵的，用手指轻轻按一下，它会迅速的回弹，就说明这个时候已经发酵好了。如果体积没有变大，按的时候感觉有点硬，就是没有发酵好。如果说体积变得很大，按一个坑不会回弹，就说明这种状态是发过的。好，这个时候开始凉水上锅蒸。关于凉水还是热水，这取决于你的馒头胚发酵到一个什么状态。这笼馒头因为它是1次性发酵，而且它没有达到一个最佳的发酵状态，所以我用凉水上锅蒸，它就是从10度开始一直到100度。那在水升温的时候，馒头胚在笼里边还会有一个发酵的过程。如果你的馒头胚或者包子已经发酵的很好了，甚至都已经快发过度了，那这个时候你就必须用滚水，并且要用大火上气。讲到这儿，我想你对凉水还是滚水上锅蒸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认知。关于蒸制时间，看到冒大气以后开始计时，一般是蒸13到15分钟。蒸的时间长了，它包子就会发黄，所以我们只要把包子蒸熟就行。馒头蒸熟以后不要立马开盖，需要过5分钟以后再打开盖，尤其是在冬天天气冷的情况下。如果你是开店，顾客等着吃，或者说家里边等着吃，
那你可以等1分钟以后，把盖先打开一个缝，给它慢慢的泄气，再等1分钟以后再打开盖，这样只要2分钟就可以。到这一步，我们的一次性发酵馒头也就完成了。接下来我们开始讲2次发酵。2次发酵就是面合成团以后，先在盆里给它进行一个发酵。如果是夏天，直接放在盆里就可以；如果是冬天，就在锅里边添一碗水，温度烧到35度左右，然后把盆放进去。水不能加太多，否则盆放进去以后水会溢出来。水温如果降下去，中途还要继续再烧，只要记住温度不要超过40度就行。2次发酵的面团也不建议发酵太好，也就是说半发面状态就可以，不要发成2倍大甚至更大。里边的马蜂窝越大越多，在你揉面排气的时候就越困难，气体排不出来，你包子馒头内部组织就会粗糙，馒头皮表面也会有很多气泡。面团发酵好以后，开始揉面。揉面、除剂子、揉馒头胚，它的过程跟1次发酵都是一样的，我在这里就不再做过多的描述。因为是2次发酵，所以它发酵的会更快。我按的时候，我明显的感觉它发酵的已经非常好了。这种馒头就不能用凉水，直接用开水上锅蒸，并且要大火迅速上气，不给它醒发过度的机会。蒸制的时间还是13分钟，蒸好以后也是跟刚刚一样，不要立马打开盖，先裂一个缝，因为馒头膨胀太大，顶到上面的笼，这个问题都不大。左边的6个是1次发酵，右边的是2次发酵。从表面上看，它们2个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因为灯光的原因，看上去左边的好像更白一点，其实它们是一样的。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内部组织，这一个是2次发酵做出来的，这一个是1次发酵做出来的。通过对比，它们2个其实没有很大的区别，只是1次发酵的馒头中间明显的感觉到很硬。但是这跟1次、2次发酵没关系，主要原因还是1次发酵的馒头在锅里边发酵的时候没有发酵到一个最佳的状态。现在切的是2次发酵的馒头，很轻松的就切开了。现在切的是1次发酵的馒头，用2只手按着切。通过对比也可以看得出来，它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所以说1次发酵的馒头，只要方法用对了，照样可以做到内部组织细腻。接下来我们做一个总结。想让包子皮、馒头皮光滑，内部组织细腻，揉面的时候就要把面揉光滑，减少水的用量，揉面把面揉上劲，可以让包子、馒头变得更加劲道。增加水的用量，馒头胚醒发到一个最佳的状态，可以让馒头变得更加的松软。酵母的用量是根据你当时的气温以及湿度来决定，水温及水量是根据你当时的温度以及你想吃什么样的口感的馒头来决定。最后给大家留一个话题，你认为包子、馒头塌陷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下期视频给你揭晓答案。我是乡村美食节，教美食不忽悠，做美食不将就。我们下期视频再见。